她是美国历史上最小的女死刑犯，被评为拥有天使的脸、恶魔的心。哪怕被判死刑，她仍无悔意，每每在镜头前谈论时仍然很兴奋。目前她仍在等待被执行。很多人都说，如果她真的得到了释放，请一定要远离她。小小年纪就让人这么害怕，她究竟是谁？大家好，我是热心读者，又和大家见面了。在节目开始前，帮我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谢谢了。克里斯塔·盖尔派克1976年3月10日出生于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他有一对十分不负责任的父母。他的父亲是格伦·老派克，母亲卡里萨·汉森嗜酒如命，还是个瘾君子。即使在怀孕期间，依旧大量饮酒，导致派克天生额叶损伤严重，患有先天性癫痫。对派克来说，外祖母是唯一爱他的人，也是唯一在乎他的人。可惜外祖母年事已高，陪了他12年后就因为癌症去世。年幼的派克不得不重新寻求父母的庇佑，可没想到是，对于他的父母来说，派克是个拖油瓶，谁都不愿意接手。在派克15岁的时候，他曾经被邻居给侵犯，老师和同学帮助派克报了警。第二天，邻居被逮捕。可没想到派克的父母却不相信派克是被袭击的，因为在他们眼中，派克不是个省油灯，是个问题少女。派克从小就早恋，还曾做出过激行为，家庭的不稳定性也非常影响派克的学习。由于不断的搬家，学校也不停的换，光是初二，派克就读了3个学校。能在一个学校顺利毕业，对派克来说太奢侈了，所以意料之中，派克读到高1就辍学了。但不幸还是没放过他。17岁时，派克又惨遭不幸，被一个路人玷污，而母亲此时态度依然是无视。1994年9月，母亲将18岁的派克送去就业团学习，主要是为了能早早撇开他，因为女儿一旦有了一技之长后，就可以自己养活自己。来到就业组学习不久，派克就遇到自己心上人，17岁的男生西普。西普的爱让他感觉自己被救赎了，但是他认为同学科林要抢走他的男朋友。因为从小受到伤害，派克在被爱的时候患得患失，于是当他发现同学科林好像很爱他的男朋友时，他开始害怕了。他想让科林知难而退，于是派克用奇怪的声音吓唬科林，给科林制造各种麻烦，甚至半夜站在科林的床前，在人群中突然推了他一把。但是科林很温柔，没有想太多，他以为这只是同学之间的恶作剧，因为他就要毕业了。面对这样的事情，科林的妈妈让科林先忍着，等大家都毕业了就结束了。然而正是这样的忍让，让派克以为科林真的想要抢走男友，于是他的行事更加过分。一股无法控制的杀意涌上派克心头。1995年1月13日早晨，一对美国夫妇在田纳西大学附近晨跑。当跑到泰森公园时，他们突然注意到一条滴落的血迹通向灌木丛。一开始他们以为是小动物，结果仔细一看，竟然是一个全身是伤的女人。在场人都吓坏了，他们赶紧报了警。当警察到达时，他们封锁现场并开始调查。最后警方确认死者就是科林。法医提供的尸检报告显示，科林胸部留下一个五角星形的印记，全身上下有300多处伤口，但这些都不是致命伤，真正杀死他的是钝器击打头部造成的塌陷。此外，所有的伤都是在科林还有意识和呼吸的时候造成的，他还少了一块头骨。由于科林的遇害属于恶性谋杀，当地警方立即展开调查，并于1995年1月14日逮捕了派克和西普在内3人。警方找到3项证据。首先，调查人员从帕克留在保安办公室的钱包里发现一个用纸巾包着的战利品，正是科林失踪的头骨。第二，在派克的宿舍里，警察发现了一条染有血迹的牛仔裤，经过 DNA 检测，血迹属于被杀的科林。最后，案发当晚，科林和帕克一起外出聚会，还带上男友西普和好友沙多拉，但出发时4人，回来时却只剩下3个，结果自然不言而喻。换句话说，这场聚会根本就是派克编造的骗局，目的是把科林骗到公园里，方便下手。而作为嫌疑人的派克不仅大方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在指认现场时，他还绘声绘色地描述自己当晚的所作所为。根据派克说法，他们把科林骗到公园后严刑逼供，质问科林是不是想抢自己男朋友。科林一直拒绝承认，这种可怜又无辜的样子让派克更加恼火，于是他强行脱下科林的外套，拿出事先准备好的2把尖刀，坐在科林身上开始疯狂地挥舞。在这期间，除了帕克是主犯，
好朋友沙多拉并没有直接参与暴力，只是负责在树林外放哨。男友西普则扮演辅助角色，帮忙补刀。1996年3月22日，科林一案在诺克斯刑事法庭开庭审理，正好赶上当地公职人员选举，媒体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度超过以往。在法庭上，派克流下眼泪，哭着说自己有精神病。法院找到心理学教授对帕克进行测试，发现帕克虽然有癫痫，但是智商正常，处理事情能力与常人无异。于是经过2个半小时的审理，法庭宣布派克1级谋杀和共谋谋杀罪名成立。8天后的3月3日，帕克被判处死刑。当派克听说自己被判死刑时，他害怕了。他试图为自己塑造一个失足不良女孩的形象，博取人们的同情。让人意外的是，他的这番表演很成功，人们对他的童年经历深表同情。最终，科林案宣判，派克被判处死刑和25年有期徒刑。与派克勾结的西普和沙多拉也被法院判刑。得到应有的下场后，派克被关押在田纳西州女子监狱，他也是里面唯一的死刑犯。但哪怕在狱中，派克也不安分，小年纪就混成了囚友们最不敢惹的那位。2001年，田纳西州女子监狱发生一场火灾，火灾区域包括3个牢房，派克的牢房正是其中之一。在火灾现场，狱警们发现派克正在对一名同监的室友进行伤害，幸好狱警及时赶到。这一次，派克被控谋杀未遂。警察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却回答没有原因，只是讨厌这个室友。自此之后，不仅囚犯，就连狱警都离他远远的。派克除了每天可以戴着手铐脚镣在操场上锻炼1个小时外，剩下23个小时都必须待在10.5平的单人牢房里。也许这是对派对最好的惩罚。2个星期后，派克就受不了了，他主动向法官请求终止上诉，并尽快安排他的死刑执行。派克铁了心要死，足足坚持9个月，要求快速执行自己的死刑。2002年6月25日，法官玛丽贝斯莱博维茨批准这个请求，并设定于2002年8月19日执行。听到宣判后，派克喜极而泣。然而，仅仅过了2个礼拜，派克又不想死了。由于派克的上诉机会没有用完，所以法院也只能继续由着他的性子胡来。按理来说，经历这么多，派克总应该能安静的服刑了吧？怎么可能？在上诉的期间，他甚至还策划一起越狱案。1997年，一名网站负责人埃里克·霍勒有意与派克相识，因为他觉得派克的故事实在太有看点了，如果能拿到授权，在自己网站上出售，那绝对大赚。于是他给派克写信，一来二去，2个人居然还相恋了。埃里克的目的很简单，因为派克早晚会被处决，一旦处决，那么他就拥有派克故事的所有权。然而事与愿违，他等的黄花菜都凉了，派克也没被执行。后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事实上，派克也不止埃里克一个亲密的笔友，比如来自新泽西州弗莱明顿的唐纳德·科胡特，这位大哥同样倾心于派克，甚至不惜帮他越狱。可惜这位他和派克的计划实在是太简陋，居然就是贿赂狱警拿钥匙，手法如此拙劣，很快就被监狱方面给发现了。2020年8月27日，田纳西州总检察长向最高法院提出了动议，要求确定派克的执行日期，但由于疫情以及各种因素的延期，这也让派克有了充足的时间去应对。他的辩护律师于2021年6月7日也提出一条动议，反对被处决，并要求减刑。毫无疑问，关于派克的下场会是一场时间拉锯战。如果派克被处决，那么她将成为田纳西州200多年来第一位被处决的女性。好了，本期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